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浑族真是让人感到厌恶的血脉味道。萧玄抬起头，露出一张并非极其俊逸，但却给人一种特殊味道的脸。魂雕压抑着心中的那份恐惧，低声和另一位老者说：萧玄虽然实力强大，但也受到了天幕的压制，必须10年才能离开幕府一次。也就是说，面前的萧玄仅仅只是影像而已。魂雕努力地让自己胆子大一点。萧玄微微一笑，他们两人也太高看自己了。两名一心斗圣，在他面前连说话的资格都不曾拥有。说罢，萧玄缓缓抬起手掌，对着魂雕两人轻轻一握。脸色苍白的魂雕两人，一人一把抓住魂牙和魂力，转身就跑。巨手在距离他们100丈时便洞穿空间，落在了魂雕两人身上。魂雕两人爆裂成虚无时，将魂牙他们狠狠甩了出去。萧玄并未出手拦截魂牙他们，8星斗尊而已，在他眼中连蝼蚁都不如。解决完魂雕他们，萧玄转过身，目光顿在了萧炎身上。他的注视让萧炎体内的血脉流转得越来越快。两人的对视持续了半晌，萧玄脸上终于浮现些许笑容。他来到萧炎面前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欣慰和一丝解脱：萧族总算是有人来了，也不枉费我多年的等待。萧炎也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激动，双腿跪于虚空之上，对着萧玄行了一个萧家中最隆重的大礼：不孝子孙萧炎见过先祖。萧玄轻轻扶起萧炎，手掌拍了拍他的脑袋。萧炎这一路的表现，他全看在眼里。一旁的古青阳、薰儿等人也对着萧玄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大礼。萧玄笑了笑，目光转向薰儿，他的血脉和古元很像。薰儿躬身回道：古元是他父亲。随后有些忐忑地看了萧玄一眼。萧玄作为萧炎的长辈，他不希望初次见面就让对方对自己有偏见。得知薰儿和古元的关系后，萧玄别有意味地笑了起来。难怪薰儿拥有着神品血脉，不过最后还是萧族捡了个便宜。萧玄让雪道圣者先回去，以后他能够一直存在于天幕之中。雪道圣者大喜，有萧玄这句话，日后天幕中那些实力强大的存在再也不敢打他的主意了。雪道圣者离开后，萧玄便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座古老的石碑外，这里便是他的幕府，也是天幕中能量最浓郁的地方。他让古青阳4人在石碑外修炼，其他的能量体不敢进入此处，在这里没有任何安全问题。将古青阳4人随意的安置好，萧玄就带着萧炎和薰儿进入石碑。他让萧炎跟他说说如今萧族的情况。听完萧家这些年的事后，萧玄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情绪。萧族没落成这般，他也早有预料，至少现在还有香火残存，并未到最绝望的地步。萧炎很想知道萧玄现在是否还存活着。若是萧玄能够以另外一种形式生存的话，萧族兴盛必然有望。可惜萧炎看见的仅仅只是萧玄的灵魂残留。当年萧玄陨落后，特意嘱咐人将他送入天幕中，才能化为现在的模样，一直等待着萧族人前来。一旦他离开天幕，便会顷刻间荡然无存。听到萧玄自责自己当年冲击斗帝失败，萧炎说那是最后的办法，萧族不会有人因此责怪他。但萧炎很疑惑，既然萧族的血脉之力已经枯竭，为何他会出现族纹？萧族的族纹并不是别人的赠予，而是依靠自己修炼出来的。天火三玄变便是当初萧玄交给焚炎谷的，只是没想到阴差阳错会让萧炎得到。不过萧炎修炼的天火三玄变还缺少了最后一步，也正是少了最后一步，才让萧炎一直未曾修炼出族纹。听到萧玄的话，萧炎眼带期盼地望了过去。萧玄孤独地等待了这么多年，为的就是将一切所留交给萧炎。不过既然号称是族纹，自然要拥有血脉之力作为源泉。萧玄踏进面前的池子中，手掌一扬，伴随着池水的转动，一道道血色光芒自萧玄体内尽数传进池水中。清澈见底的池水逐渐变得血红，萧玄的黑发也逐渐变得苍白，脸也变得苍老。萧炎脸色一变，刚想说话，就见萧玄冲着他缓缓摇头。当年萧玄拼尽全力保留了一些斗帝血脉，并用各种手段封印，为的就是能够再度造就一位拥有血脉之力的族人。
现在的他只是一道残魂，振兴萧族的事他已经无法完成。好在天不亡萧族，萧玄相信萧炎会做得比他更好。看着眼前越来越衰老的萧玄，萧炎心头一酸，他能感应到这位曾经惊艳了整个萧族的先祖，为了萧族背负了多大的重担。白发苍老的萧玄让萧炎进入血池，传承萧族最后的血脉之力。他的声音变得嘶哑苍老，却蕴含着一种淡淡的希望。从萧炎现在的成就来看，并比不上当年的他，但不知为何，萧玄觉得当年他未曾成功的挑战，或许萧炎这个后辈会替他完成。萧炎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知道自己现在是败落的萧族唯一的希望。萧炎一进入血池之中，一道道细若游丝的血色能量冲进他的身体之内，这是传承的第一步，换血。现在的萧族之人体内的血脉之力已经彻底消失，必须采取最蛮横的方式，将他体内的普通血液洗去才行。伴随着血液清除，萧炎的身体几乎变成了皮包骨，若不是还有着微弱的呼吸残存，看起来都不像是个活人。好在12天后，萧炎终于换血成功。接下来只需要将拥有血脉之力的血液灌注进他体内，萧炎便能够再度拥有萧族最后的血脉之力。萧玄双手闪电般的结出一道印诀，射进血池之中，一丝丝奇异的血色液体从水池中分离，最后攀爬上萧炎的身体，顺着毛孔进入他的体内。看到萧炎干瘪的身体开始回弹，轩儿终于松了口气。他轻声问萧玄，若是这些能量尽数被萧炎吸收的话，应该会让他实力猛然暴涨吧。萧玄知道轩儿在担心什么，这种依靠外来之力暴涨的实力，若是控制不好，会成为萧炎日后晋升斗圣最大的阻碍。这个道理萧炎也清楚，萧玄相信他会选择最理智的方式。接下来就等待换血完毕。1个月的时间飞速的就过去了，血泡翻滚的血池突然炸响，血雾四溅，一股紫金色的光芒诡异的从萧炎体内弥漫而出，将拥有萧族血脉之力的血丝拦了下来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血池边的薰儿和萧玄猛地睁开了双眼。薰儿看着紫金色的光芒有些发愣，他隐隐从这上面感受到一种极度尊贵的奇异气息。萧玄皱着眉头，好半晌后猛地一拍手掌，龙皇血脉之力，这种传说中的东西怎会出现在萧炎身上？要知道龙皇这种奇异的存在，即便是萧玄也从来没有亲眼见过。萧玄有些无奈，龙皇的血脉之力足以和真正的斗帝血脉媲美，若是无法消除龙皇血脉之力的话，萧族的血脉之力便无法融入萧炎体内，强行冲撞的话只会让萧炎受到重创。薰儿担忧地问萧玄该怎么办。萧玄沉吟片刻，问薰儿愿意帮他，或者说帮萧炎一个忙吗？薰儿并未迟疑，让萧玄有需要的地方便请说。萧玄紧紧地盯着薰儿，眼中出现了些许狂热，他想要一些古族的血脉之力。早在以前，萧玄就亲手实验过将萧族和古族的血脉融合，虽然结果是失败的，但他也知道了原因。两种同样强悍的血脉之力极难调和，可现在龙皇血脉的强悍程度丝毫不逊色斗帝血脉，用它来做调和之物，或许能够彻底融合古萧两族的血脉，并且还可以解决掉龙皇血脉给萧炎带来的一些麻烦。薰儿脸颊微微一变，血脉之力这种东西在远古八族中是最高规格的机密，而且同为斗帝血脉，两者基本处于对立，根本不可能进行融合。但望着萧玄那张苍老的脸和血池中紧闭双眼的萧炎，薰儿轻叹一声，问萧玄真的有把握吗？听到萧玄说有80%的把握，薰儿咬紧牙关同意了萧玄的请求。萧玄面色凝重地对着薰儿抱拳，他待萧炎和萧族先行谢过。薰儿苦笑一声，如果不是因为萧炎，他是绝不会答应的。血脉融合若是能够成功的话，无疑会帮萧炎铺平很多道路。伴随着薰儿一滴滴鲜血掉入池中，一个半丈大小的空旷地带被迅速分离，最后化为一颗半个拳头大小的血球。薰儿止住鲜血，这些是他能抽调出来的绝大部分血脉之力。
再抽离的话，便会影响他本身的血脉等级。若是被鼓族中人察觉，反倒会让萧炎陷入危险。萧玄曾经身为萧族的族长，自然明白薰儿冒着何等巨大的风险。他冲着薰儿再度抱拳感谢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，接下来会还他一个比来时更加完整的萧炎哥哥。萧玄双手结出一道道印诀，萧谷两族的斗帝血脉在萧炎身体内开始互相侵蚀，隐藏在萧炎身体某处的龙皇血脉也在萧玄的引动下暴涌，直接以第三者的身份冲进互相侵蚀的两股斗帝血脉中。三种血脉之力汇聚，在萧玄完美的控制下，形成一个三色的血液圆圈，逐渐出现融合的趋势。这种趋势足足持续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，一丝丝呈紫红色的血液凝聚成一枚拇指大小的菱形晶体，狠狠射进了萧炎的心脏中。这是一种融合了两股斗帝血脉以及龙皇血脉的全新血脉之力。萧玄眼中浮现一抹近乎疯狂的喜悦，他如释重负地告诉薰儿，真的成功了。薰儿紧绷了1个月的脸也终于浮现一抹笑容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